三角洲红狼人助力，欧美打法代表人物，用一场比赛涨粉100万，并且实现100万撤离的纯正武将。本期为你分享背心尊者 BBFPS。说起 BBFPS， 可以算是三角洲最特立独行之人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从他的惯用枪械中窥见端倪。25年底的陈泽杯，想必大家都看过了。 那绝对是三角洲行动热度最高的一次比赛，同时观看人数一度突破200万。举办期间屡次霸榜热搜，热度如此之大，参赛选手自然也都不是一般人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随便挑一个都能代表这个游戏的顶尖水平了。因此，从他们使用的枪械也能看出游戏中最强势的武器是什么。而陈泽杯期间，选手使用的基本都是 M14或 M7加 AWM 的组合。M14和 M7这两把是当时版本妥妥的 T0步枪 ，AWM 更不用多说，只要不是打四肢，那就是一枪一个人。 管你5套6套的漏洞，而 BBFPS 却没有选择这些强势枪械，拿出了 MK47以及3倍镜的 M700。单论强度 ，MK47的伤害其实跟 M14和 M7是做同一桌的，但问题就在于它那迷惑的弹道以及老奶奶开镜，真不是普通玩家能压得住的。就连昊天都表示玩不来。再说狙击枪 M700虽然也有红弹，但打身体不能一枪带走，就撼动不了 AWM 最强狙击枪的地位。 结果，人家 BBFPS 就是靠这两把比赛中的冷门枪械，在陈泽杯中以17杀强势夺得冠军，拿着陈泽杯的100万奖金美美撤离。选择 MK47和 M700，倒不是说 BBFPS 故意搞特殊，若你了解他入坑三角洲之前的故事，或许就能了解他的独特了。BBFPS 在互联网发布的第一条视频是2022年9月，是他打 Apex 的一段素材，当时的他就已经是猎杀了，没错。 就是那个被玩家称为开了都打不过的猎杀，全球定榜前3的顶猎。压枪这种事对他来说就跟肌肉记忆一样，不管什么枪都能压住。这也是为什么 MK47在别人手里那么难用，在他手中却跟激光枪一样指哪打哪。而 Apex 生涯中 ，BBFPS 也喜欢用3倍哨兵，手感跟 M700很像，而且相比起 AWM 有着更快的操控速度，打起来非常灵活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作为顶猎的 BBFPS。 在三角洲真的是只打头之人，不管用什么枪，眼里始终只有头，这才是他能放弃 AWM 选择 M700的核心因素。只打头的情况下，两把狙都一样，这样的枪械习惯是 BBFPS 能夺冠的重要因素。满改的花费更少，相比起其他选手，他可以携带更多的补给，在比赛中才敢给对方救人的机会，以便自己拿到更多的击杀。通过陈泽杯 ，BBFPS 成功让观众们 注意到了自己这个 MK47和红狼的人助力。夺冠之后 ，BBFPS 粉丝暴涨几十万，他当即打开直播，感谢观众们的支持。眼看观众人数轻松突破10万加，就在人气热度达到最高峰的时候，他却选择直接下播，不是高冷，也不是端着架子，只是为了第一时间将夺冠的消息告诉已经做好饺子等他吃饭的老妈。通过陈泽杯关注 BBFPS 的粉丝，一方面是被他绝对过硬的实力吸引。 另一方面，则是陈泽杯100万奖金的头筹。人们好奇，普通人突然有了100万，会拿来干什么 ？BBFPS 的选择是挥霍却节俭。没错，这2个词同时出现了。挥霍指的是他直接拿出了100万奖金的1/5回馈粉丝，剩下的钱他拿出一部分交给老妈，同时也给老家的房子装修了一下，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水平，把钱用在了实实在在的地方上。还有一部分则是被他拿来扩充自己的衣柜。 打开 BBFPS 的衣柜，清一色全是背心。钢牙看车，他看背心，被粉丝戏称为100万全买背心的背心尊者。要说 BBFPS 对背心还真的是情有独钟，每次出镜都是鸡窝头加粉色背心的不修边幅的形象，以至于陈泽妈妈看他直播的时候都误判了他的年龄，以为30多岁打游戏还能这么厉害。 结果人家是正宗00后，才20岁出头的大小伙子。要是 BBFPS 乐意捯饬一下自己，那还是很帅的，都能走颜值路线那种，这可一点没瞎说。BBFPS 正经有不少颜粉的，当然能火起来的核心原因还是他的硬实力。从数百观众的小主播到播间观众常驻10万加的200万大网红 ，BBFPS 的经历可谓是10年窗下无人问，一举成名他名扬。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如今的成果他值得。